无论你们家那位怎么狠怎么坏，只要你努力做到这3件事，他都会怕。这是我做婚姻咨询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，建议你们点赞收藏。第一，减少情绪，做事果断。女人一定要学会嘴上少说话，心要狠起来。无论她做了什么事，都不要哭哭啼啼，更别去跟她讲大道理，没有用，她听不进去的。对于这样的男人，你的情绪只会告诉他你离不开他，不如把心狠下来，做点什么，告诉他我对你的爱是可以收回的。如果你不珍惜，别说爱了，渣都不给你剩。第二点，遇事别慌，学会抓住男人的软肋，只有敲打他的软肋，才能让他长记性。可能你会说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软肋是什么呀，怎么办？你看他在意什么？钱、利益、名声、孩子，男人最在意的就那么几样。第三点，提升自我价值。男人为什么敢欺负你，跟你犯浑了？就因为他觉得你离不开他呀，他觉得他比你强，所以嫌弃你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自己的价值，一定要明白，你不是为了他提升，而是为了让你自己优秀，他才会觉得他配不上你。听懂了吗？很多男人和异性聊上头了，才会看妻子哪都不顺眼，觉得暧昧对象怎么那么温柔体贴，妻子天天像个母老虎一样。其实你忘了，你爱妻子的时候，妻子也是温柔体贴的，是你给的生活改变了她，是你到处和异性聊骚不安分，才有了不断的争吵。你的妻子真的不好吗？你好好回头看一看，你做过家务，管过孩子吗？你之所以有聊暧昧的时间，是不是你妻子把你该承担的责任都承担了？她默默付出了多少？你倒好，别人动动嘴皮子夸你几句，你就把老婆否定的一无是处了。是你老婆给你的爱，让你忘了你是谁了吗？女孩子谈恋爱有4个底线一定要守住。第一，对方让你帮他借钱或贷款，千万不要答应。无论他说的有多么真诚，多么可怜，或者信誓旦旦的说爱你，一定会按时还你，都不要相信。所有风险都是你在承担，你很有可能会人财两空。第二，不要未婚先孕，即使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，但没结婚就把自己陷入被动的状态，风险太高了。很多人都是在结婚的时候才看清真面目的。第三，坚决不能做第三者，就算你再喜欢那个人，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尊严，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第四，不要相信热恋中的我养你，真的头脑发热放弃工作赚钱，哪怕现在他真的养你，对你承诺会一直养你，也不要放弃自己赚钱的能力，否则将来看脸色的是你，举步维艰的还是你，记住了吗？送给你们一段醍醐灌顶的话，无论是什么关系，如果对方给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，给不了经济支持，更没有正面的陪伴，3样一样也不占，那你要他干嘛？懂了吗？买超曾经对张嘉倪是何等的宠溺啊，现在呢？没错，不被爱的时候，就算是大美女也一样。即使你是张嘉倪，是杨幂，是佟丽娅，是孙怡，曾经他们的眼里是那么的有光，到最后都是惨淡收场。故事的开始往往都是童话，浪漫邂逅，一往情深，但结果通常如杨幂说的那样，结果都一样。所以女人一定要降低对爱情的期待，多爱自己，使劲的爱自己。别人的爱有则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期待，不幻想。女人可以不聪明不漂亮，但一定要拥有翻篇和及时自救的能力，对任何事都不要有执念。看到这条视频的你，加油！妈宝男之所以会妈宝，并不是因为他很听话，也不是因为他孝顺，而是因为他不仅没有担当，还非常的自私。不信你们可以听我说完，看对不对？首先，为什么在你跟他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向着他妈？因为他妈给他出主意啊，并且都是向着他的，这点对他来说是有益的。与其说他向着他妈，倒不如说是他向着自己的利益的。第二，为什么男人明明知道你跟他妈妈住在一起会有摩擦，但他就是抵死也不搬出去住呢？千万不要听他说什么不跟老人住就是不孝顺这样的借口，究其原因就是他没有责任，没有担当。你想啊，跟老人住在一起谁最受益？是他呀。家务老人做，孩子有人帮忙带，他每天上班以外就没有什么事了。而且这些家务本来就是他该干的，但因为父母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全都替他做了，于是他就一边享受一边要求着你咽下委屈去孝顺他爸妈。
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孝顺，说白了就是自私，把老婆当作婚姻中的一个牺牲品啊，这真的不叫孝顺，这叫不是东西。我听过女人说的最拽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就是我不会拆穿你，更不会因为你把自己搞得很狼狈，我会不动声色地淘汰你，远离你。我向来只做选择，从不做教育。你有你的立场，我有我的底线。对不起，你 out 了。女人如果不管男人了，那这个男人一定会变得很惨。只要女人做到三不管，不管你的钱，不管你的手机，不管你的去向，你爱干嘛就干嘛。这不代表你有多大的本事，而是说明你很失败。你让一个对你掏心掏肺的女人变了心。你记住了，只有真正关心你、在乎你的人才会去管你。如果有一天他不管你了，那就说明你该滚了。夫妻之间但凡有这三个迹象，说明两个人缘分已尽，赶紧对照一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。第一，相互漠视，毫不关心，双方都变得不在乎了。不管对方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是处于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，既不发表意见，也不做任何的关心，跟自己毫无关系。自己有任何事也不想让对方知道，心里明白他知道了也没用。第二，无话可说，相互嫌弃，你们待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，甚至2-3天都说不上几句话，一说话就争执，吵完了也不解决问题，谁也不搭理谁，慢慢的就懒得再交流，不给对方好脸色。第三，长期分居，不愿联系，分开几个月没有一通电话和讯息，也不再关心他几点回家，回不回家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婚姻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分而已，这代表你们双方对这段感情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也说明这段婚姻即将走到尽头。其实女人翻的不是旧账，她翻的是没有愈合的伤口，翻的是没有化解的委屈。有些事情你过去了，因为真没有扎到你心上，你当然不痛不痒。想要她真正的放下，除非有3种情况：第一，你从她的世界里消失；第二，大仇得报；第三，问题得到解决，并发誓不再犯。作为男人，看看你能做到哪一条。如果你一条都没做到，那你凭什么要求她闭口不提呢？再强势的女人，遇到疼她宠她的男人，也会柔情似水。如果有依靠，谁不想做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呢？你说她太强势不温柔，可好好和你说话你不听啊。家里还有一个更强势的婆婆和一个不作为的老公，她只能成为自己的避风港。我是白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夫妻搭伙过日子的4个表现：第一，夫妻双方财务不透明；第二，没有共同的朋友，夫妻谁也不管谁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；第三，不沟通，家里重要的事也不商量，只会通知一声；第四，你敢发脾气，他就直接怼你，没有关心和照顾。夫妻搭伙过日子最痛苦，钝刀子割肉，看似不疼不痒，但会把你的希望和热情全部都给消磨掉。我是白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男人背叛家庭后会真心回归吗？其实在他选择出轨的那个瞬间，他的真心已经没那么值钱了。至于回不回归，真不真心，那就要看夫妻彼此价值的平衡度了。所以我劝各位原配妻子，不要去纠缠他还爱不爱你，心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他都已经做了背叛你的事儿，纠结这些就是折磨自己。如果这个男人对你来说价值很高，而且你们原本是很幸福的，那咱们就想办法抓紧掌控，把他拉回来。如果说他没什么价值，你们还没有孩子，那你要他干嘛呢？能让男人真心回头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抓住他的软肋，狠狠的让他长记性。只有痛了、怕了，才不敢犯第2次。男人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样子。疼出来的妻子温柔，宠出来的妻子漂亮，惯出来的妻子快乐，骗出来的妻子有恨，冷出来的妻子有怨，骂出来的妻子有气。如果妻子脾气不好，是折磨出来的；黄脸婆是累出来的；女汉子是逼出来的。所以妻子就是一面镜子，你给什么，她回报什么。越有能耐的男人越疼媳妇儿，越疼媳妇儿的家越旺，财运越好。我是白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嫁错男人的女人能有多惨呢？特别惨，真的，希望你们都没有经历过。扎心指数5颗星。
一，你就是传宗接代，伺候他们一家子的工具和保姆，好像他家有王位要继承一样。你没生个男孩，就给他们家丢脸了，让他们家抬不起头，你会活得特别的憋屈。二，你在婚姻里感受不到丝毫的关心和尊重，哪怕你牺牲再多，他也不会感恩的，甚至嫌弃你做的还不够多。你需要他的时候，根本指望不上，不管金钱和精神上，你发现无人可依。三，只要一开口，他就会各种贬低、指责、抱怨和嫌弃。你们的生活都是吵架和冷战，根本没法坐下来好好说话。你和他想要好好沟通，他冷眼相对。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这种痛苦，又不知道该如何解脱，可以找我聊聊。忠诚是夫妻之间最后的底线，在没有碰这个底线之前，无论这对夫妻关系怎么大吵大闹，怎么冷淡，即使没有夫妻生活，他们也是很难分开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婚姻里的忠诚是对于一种简单生活的自我保护，是维系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。一旦碰触了这个底线，夫妻关系就会变得微微可期，感情必然会走向破裂。千万不要低估背叛所带来的伤害，它对一个人的摧毁远不止于感情，它还伴随着谎言、欺骗，伴随着人性之恶以及身体上的风险。所以请记住，夫妻之间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不是你的女人，不要去撩，不要自我欺骗。信任一旦崩塌，很难重建，哪怕破镜重圆，也会有一道伤痕的。有位姑娘来找我，她是2+1成功上位，她和现在的老公是一起工作时候认识的，算是她的大客户。她看对方多金又有能力，又打听到对方老婆是个年老色衰没有能力的女人，而且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。因为她本身长得好，用了点手段就成功上位了。她觉得以她的姿色，再加上给这个老公生了个儿子，就能把这个男人拴牢了。结果呢，刚不到2年，她有次给她的老公洗衣服，发现上面蹭了口红，一看颜色就不是她的。然后她找人查她的老公，发现她老公在外面还包养了个年轻女孩。其实我接到过不少2+1上位的案例，开头就错了，怎么可能过得幸福呢？不正当手段抢来的幸福，注定是个悲剧。出轨的男人没有几个真正会爱2+1的，他们的婚姻非常脆弱，一戳就会破。始于背叛，终于猜疑。有一种新型的背叛方式，你们听过吗？叫纯聊友，就在网上各种聊，但线下不见面，在网上玩暧昧，聊得很露骨。有些男人就觉得我在网上玩完又没有线下见面，这不算出轨。你聊着和爱人才能说的话，和爱人才能做的事，怎么就不叫出轨呢？你的时间、甜言蜜语、好的情绪、分享欲都给了别人，对妻子冷冰冰的，这就是打着网友的幌子，赤裸裸的背叛。爱人是不能共享的，不管以任何形式。夫妻之间聊不到一起，那心怎么会在一起呢？外面的人又不会给你洗衣服、做家务、养孩子。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吧，最终陪伴你的还是你的妻子。女人在感情中千万不要圣母心泛滥，真的，圣母心泛滥的女人在婚姻中往往结局会很惨。对老公照顾那是无微不至啊，觉得他离了你过不了，永远以对方的感受为主，即使明知道是被压榨，也想着要拯救他，过度的付出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和爱，不给自己留余地，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感动。我真的接过太多这种来访者，对老公好的不行，结果发现老公出轨了，哭诉为什么会这样。还有些白富美真的特别优秀，找个凤凰男，给他钱，给他事业，觉得自己拯救了他，他应该感恩，结果还被背叛。找的女人一点也比不上自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男人身上都是极其自负和自卑的。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靠本事找了优秀的爱人，自己很厉害；另一方面他会痛恨出生造成的不平等，他觉得自尊心受挫。女人真的不要圣母心泛滥，无尽的燃烧自己，因为你把男人喜欢追逐女人这个乐趣给掐断了，把男人被女人需要的成就感给夺走了。你把你老公该担的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身上，那他就会去外面对别人负责任去了。明知道男人已婚，有家有口的，还靠近男人，没有边界感的女人在想什么呢？首先，
无论他看起来有多无害，这种人绝不是好人，因为他不懂得礼义廉耻。很多男人觉得人家又不要我的钱，又没对我怎么样，就是陪我聊聊天，还帮我排忧解难的，这人多好。就算想有点什么，男人觉得他也不吃亏啊。你把这种女人想的也太单纯了。女人靠近男人，无非就是感情、物质、精神需求，不管是哪一样，都能让你的家庭支离破碎。一旦沾上，就是不死也会脱层皮呀。很多人觉得出轨是夫妻感情出了问题，错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出轨跟感情好坏没有关系，有关系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和德性。不是因为感情不和才有的背叛，而是因为有了背叛才导致感情不和。其实在婚姻中，不管男女，有出轨想法的占大多数，只是有些人有道德底线，选择忠于爱人，而有些人却选择了背叛爱人。两个人感情再好，过日子终会归于平淡和琐碎。时间久了，再好的夫妻也会缺乏激情和新鲜感。而那些品性本来就不端的人，更压抑不住自己的欲望，甚至还会把责任都推到爱人身上。变心是本能，但忠诚却是选择。我们是否选择忠于自己的婚姻和教养，这是人品问题，懂了吗？结婚时一句我养你，离婚时一句我养的你。结婚时房子买给你的，离婚时房子我买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带孩子时自己生的自己带，离婚时孩子是我的，你甭想带走。爱你时你什么都好，不爱你时你什么都不是。良心也一样，爱的时候有，不爱的时候连渣都不剩。这些话希望你都没听到过，更希望你能明白，爱自己比谁爱你都靠谱。如果你老公做了背叛你的事儿，你仍然放不下，就看看这几点他做到了没有。一，从不做家务，认为家里这些都是你该做的。二，总是记不住你说的话，哪怕说了很多次。三，对你没有什么耐心，也舍不得为你花钱。四，你生病难受的他一点也不在意，也不知道关心你。五，他去哪吃饭喝酒，从不跟你报备，甚至夜不归宿。六，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身边。七，不管做任何事，他都优先考虑他自己，从不在乎你的感受。以上都是男人假爱你的表现。对照以后看看，你是否还放不下呢？小时候吃了童年的苦，长大吃了独立的苦，现在又吃了婚姻的苦，吃了没钱的苦，吃了被公婆欺负的苦，吃了一个人带娃的苦。缝缝补补的心，真的没有精力再去讨好谁。你所见皆是我，你口里我的好与坏，我都不反驳，因为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和你辩解。我只知道稍微累一点的关系，我都不会再去维持，更不会逢场作戏。他说出了你的心声了吗？夫妻之间你可以不爱，但请不要用背叛来伤害你的妻子，别用出轨来破坏这个家。忠诚始终是婚姻里最后的底线，你一旦破坏，结局将一发不可收拾。不要以为他为了孩子，为了家人不敢跟你离婚，他的心强硬起来，天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儿。即使不离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，你的妻子将永远无法跨越这个坎儿。这种痛苦和煎熬会直接映射到你的身上，你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爱意，他的猜忌和敏感你都要受着。你毁的不仅仅是他，还有你自己。所以男人们千万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如果你还不知悔改，继续犯错误伤害你的妻子，那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屏幕前的妻子们，如果不幸你遇到了这种男人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以找我来帮你。倩倩和老公是在大学恋爱后结婚的，已婚10年了。有天下班回家坐电梯，电梯在上行的过程中突然间停住了。倩倩心里一咯噔，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快速把所有的键都按了一遍，然后拨通了求救按钮。在等待的时候，她内心很害怕，想着要是突然掉下去怎么办？孩子还在家等她呢，自己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现在想想为什么不好好爱自己呢？越想越难过，于是倩倩想给老公打电话寻求一下安慰。第一次没人接，又打了一次。电话接通后，倩倩强忍着崩溃，说自己被困在电梯里了，要是掉下去了怎么办呢？没想到老公很平静地说：“你赶紧给物业打电话呀，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？”
倩倩说我没有午夜电话，她说她打，1分钟后没消息，倩倩忍不住又给老公打过去，老公说他没打通，让她等等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直到倩倩等工作人员来把电梯门打开了才得以解救，出来时还心有余悸。进家时看到老公已经在家了，本以为他会关心2句，结果他张口就说这不是没一点事儿吗？大惊小怪的。倩倩当时就火了，老公还回怼，天天因为芝麻小事儿就乱发脾气，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？倩倩就在那一瞬间看清了老公没有良心，毫不关心自己的嘴脸了。故事听完了，你有没有经历在一瞬间看清楚你老公呢？男人心里有鬼，会频繁对你说这3句话，别被他的虚伪给骗了，这是他对你不那么在乎所发出的信号，如果有，你要当心了。第一句，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办法，他能说这句话说明被你说中了，但他又看你没什么证据，拿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就死不承认。第二句，别管我的事儿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这是想和你划清界限，不想让你过问他的任何事，不想你约束他，在家里外面他都想要。第3句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累了不想说了，这俨然一副爱咋咋地的态度，你受得了就继续过，受不了你就离开。他这样无所谓以退为进的样子，就是让你慌乱。看看你家老公有没有经常说这3句话，如果有，说明他已经被外面的女人迷昏了头。想治这样的男人，你一定要学会主动出击。如果一个男人有以下8个表现，就说明他已经渐渐不爱你了，很可能有歪心了。1. 情绪不稳定，有问题就说是你在无理取闹，要么对你冷漠，不和你沟通。2. 对你没有什么耐心，还经常的对你挑刺儿，嫌弃你，打击你的自信。3. 财务变得模糊，他自己赚多少钱也不明说了，你问就含糊其辞，明明你已经很节省了，还让你省着点花钱。4. 总是让你别管他的事儿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5. 你生气时，他比你脾气还大，和你冷战，不会哄你，更不会道歉。6. 你对他说过很多次的事儿，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7. 在家手机不离手，你想用一下他的手机，他立马翻脸，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。8. 你主动和他亲近，他不仅不回应你，还下意识的闪躲和回避，甚至还责怪你说都老夫老妻了，不恶心吗？女人连吵架都不想吵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做丈夫的真的很失败。女人变得越来越沉默，你以为是你赢了吗？有些男人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拿捏住了老婆，殊不知他是对你已经失望透顶了。沉默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哭声，可男人听不到啊。你现在在他眼中就是个跳梁小丑，他已经不愿意和你浪费口舌了。他的沉默不是代表妥协，是他已经彻底失望了，他已经被你伤得太狠了，真正的离开都是悄然无声的。男人没事不要和异性瞎聊天，偶尔聊1、2句没什么，但天天聊就是暧昧了。不懂拒绝就是在给自己挖坑，给别人机会。都是成年人，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装自己是直男，没有其他心思，装不知道对方想干什么。即使你们聊的不是暧昧话题，但时间长了，这种依赖就成为一种习惯，最后变成精神寄托，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越了界。越界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下来，最后伤人伤己，殃及2个家庭。如果他再找借口说你多想，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。如果他仍不改，那你就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制止他了。想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，可以找我来帮你。有很多男人说，女人天天要偏爱，要安全感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你做什么。他不查岗，但你事事有交代，这叫安全感。他不追求浪漫，但你总能给他惊喜，这叫用心。他不拦阻你有异性，但你懂得保持距离，这叫偏爱。可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查岗，你说谎连篇；他追求浪漫，你说他作；他拦住你有异性，你却偏要碰触他的底线，偷摸联系。所以以后你别再问了，他要的不过分，你只是不想给而已。为什么一个家庭突然间变得不亲了？是因为原本吃亏的那个现在不愿意吃亏了。先前家里之所以风平浪静、和谐安宁，都是因为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，往往牺牲的都是最善良的那个。
然而善良的那个突然有一天醒悟了，变得不再善良了，就会被各种道德绑架，成为所有人的公敌。最让人生气的是，那些一碗水端不平的人，一开始就强调自己公平公正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计较，否则最善良的那个人就是不懂事、不孝顺。你经历过这种委屈吗？夫妻之间一说话就吵架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你和你家那位也是经常没法好好说话，让你很痛苦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让我来告诉你。第一，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，他认为自己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你不能提出异议，只要你敢反驳，他就不高兴。你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懂什么？你说的事情他也不感兴趣。说白了，这种人只在乎他自己。第二，他可能没那么爱你了。亲密关系之间不能好好说话，就一个原因，要么不懂爱，要么就是不爱了。他总想和你争对错，谈观点，而不是用心感受你的感受，不懂什么是分享。第三，你把这个男人惯坏了，因为你对他太好，导致他以为你离不开他，放不下他，所以在面对矛盾的时候，他嘴硬心也硬了，完全不在乎你是否受得起。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你会很累很痛苦。如果看视频的你也有这种情况，一定不要为他开吹，让自己受委屈。想治这种男人，有的是方法。如果你也想改善这种局面，可以找我来帮你。为什么有些男人背叛的妻子还拖着不离婚呢？我告诉你们，结婚有可能是冲动，但离婚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他这样做的原因离不开这几点：一，妻子对他有价值，即使这个男人对妻子没有感情了，喜欢外面的三姐，他也不会轻易提离婚，因为男人最会权衡利弊。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，他很清楚外面那个女人肯定没有妻子贤惠顾家，离了去哪找这么尽心尽力的免费保姆啊？二，怕自己财产受损失。男人结婚时付出的成本越高，他越不想离，尤其是夫妻打拼多年又积累了不少财产，他舍不得分给妻子一点。三，怕自己名誉受损。男人都比较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名誉，在外人面前想保留一个好男人的形象。四，家里和外面都想要。这种男人觉得妻子软弱，管不住他，等什么时候玩够了，再向妻子认个错就过去了，这样他两头都能占了。男人出轨后离不了婚，过不好日子怎么办？向前一步，害怕因为离婚伤害孩子；退后一步，又接受不了他不给钱、不管孩子、不断2+1的现实，就这样一直折磨自己。如果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，不必焦虑，其实你还有第3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婚内单身。没错，在这条路上，你能给自己一个缓冲的地带，能暂时不让孩子面对离异的家庭，趁机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给调整好，然后蓄积力量去思考如何跟家人交代。只要你按照下面的要求做好，守住底线，就能够重获新生。从今天起，他是你的前夫，家里的一切你都得自己来。你不要再求他早回家，断掉外面的女人，期待为你做什么，改变什么了。虽然你是妻子，却不再免费管他1日3餐，不再免费做他的老妈子，不再免费的提供任何的劳务服务。你不再无条件的答应他的任何要求，而是用交换的原则来相处。你不再让他的行动带动你的情绪，你要主宰自己的生活和情绪。以后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己身上，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。只要你做到了这些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从痛苦中走出来。记住，婚内单身这条路不是让你委曲求全，而是让你把关注点都放在如何让自己更独立、更潇洒、更健康、更有经济实力，更能做好一个单亲妈妈。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上，只有你明确的目标，才有可能把自己拉出来，懂了吗？没有哪个男人回头是为了好好爱你，真的，虽然很残忍，却很现实。如果一个男人在做了伤害你的事之后，又回过头来找你，千万不要被他嘴里的深情所迷惑。他当初选择离开了你，现在回头来找你，只有2种情况：一是他自己混得不好，而你越来越好；二是他兜兜转转，发现遇不到比你更好的了。永远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，
他既然会伤害你一次，那就会有第二次的可能。人都是会权衡利弊的，但凡他过得好，遇到了比你更好的人，他就不会回头。